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流行歌曲曾经唱，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，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。但渐渐的，我们不满足于等待某一个对的人，为什么我的未来不能我做主呢？为什么我不能主动做点什么呢？与其默默等待，空有期待，不如先行动起来。今天小编要来为大家分享一段节选自印光大师印光法师文超的教言，希望大家能从中领悟到如何才能找到我们这一生中那个对的人。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，还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原文如下：人生世间，父母、寿命、相貌、学问、夫妻、儿女，皆是前生所作之业之所感召。若有大功德，则会于过往前生所培；若有大罪过，则便不及前生所培。是以要认真修持，以转前业也。汝欲得有学问、有才能、有德气之好丈夫，或恐汝前生未培到这个福，则便不能满汝痴心。楞严经谓：念观世音菩萨者，求妻得妻，求子得子。求妻于菩萨，为求菩萨加倍，得其贤惠福德之妻。汝求夫亦然，极力念观世音菩萨，当能满汝所愿，否则纵得好夫。或者又有短命、多病、祸患等事，况未能得好夫乎？汝切不可以冒昧起骄傲心，此心不息，便难再夫。汝能谛听我语，则汝之所受用者，皆有超过前生所培多多矣。这是印光大师对一位女士的开示，这一段非常重要，讲的是我们一般的家庭幸不幸福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，以及如何求妻、求子、求夫。接下来我们来逐句分析一下这段话。第一句：人生世间，父母、寿命、相貌、学问、夫妻、儿女，皆是前生所作之业之所感召。若有大功德，则会过于前生所培；若有大罪过，则便不及前生所培。是以要认真修持，以转前业也。我们人生的种种境况，包括投生到哪里，父母亲是谁，寿命长不长，相貌好不好，学问大不大，能够找到什么样的丈夫、妻子，夫妻关系怎么样，会有什么样的儿女，都是前生所做的业力感召而来，都是已经定好了的。但是是不是可以改呢？可以改的。前面是讲定的那一部分，后面是讲怎么改。怎么改？我们来看印祖的开示。若有大功德，则会过于前生所培。如果你现在好好的修行，忏罪积资，做大功德，你得到的就会超过前生所培植的。若有大罪过，则便不及前生所培。如果你造了很多很多的恶业，你前生的福报就会打折扣，甚至会享受不到。是以要认真修持，以转前业也。所以一定要认真的修持，忏罪积资，来转变前生所造的业。最重要的就是要忏罪积资。如果我们这辈子好好的忏罪积资，就可以超过前世这些善业所培植的福报，变得越来越好。如果我们造了很多很多的罪业，我们前生的福报不但享不到，而且可能会遭受很多的灾殃。虽然有前世的业力，这辈子的努力还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二句：汝欲得有学问、有才能、有德气之好丈夫，或恐汝前生未培到这个福，则便不能满汝痴心。有学问、有才能、有道德的好丈夫，这是我们很多女同胞都梦寐以求的。但是如果你前世没有培植这个福报，就不可能满足你的痴心梦想。这辈子能找到什么样的丈夫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你过去的业力所决定的。第三句：楞严经谓：念观世音菩萨者，求妻得妻，求子得子。求妻于菩萨，为求菩萨加倍，得于贤惠福德之妻。汝求夫亦然，极力念观世音菩萨，当能满汝所愿。印祖虽然说你前世没培这个福，就不可能满足你的痴心妄想，但是后来又讲了，这也不是100%决定的。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守楞严经里面讲的，念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求妻得妻，求子得子。向观世音菩萨求妻，就是求菩萨加倍，得到贤惠福德的妻子。求夫也是一样的。
我们要至诚恳切极力念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还是可以满足心愿的。第4句，否则纵得好夫，或者又有短命、多病、祸患等事，况未必能得好夫乎？印祖在这里反复强调今生修行的重要性。如果没有好好修行，没有好好祈祷观世音菩萨，哪怕你能够得到一个好丈夫，也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，可能又有短命、多病、祸患等事发生，何况未必能够得到好的丈夫呢？我们的人生很少有一切都是美满的，有些人得到了好的伴侣，但却短命、多病，碰到很多的灾难；有些人身体很好，平平安安，但是却找不到很好的伴侣；有些人很有钱，但是身体很不好；有些人身体很好，就是没钱，等等。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缺陷。第5句，汝切不可以貌美起骄傲心。这个女士应该是蛮漂亮的，印祖就劝她，你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美貌就起骄慢心。第6句，此心不息，便难再夫。这句话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因为相貌长得好看而起傲慢之心，就没办法承受福气了。了凡四训里面说，为谦受福。我们认为自己相貌好，这就是一个傲慢心；认为自己皮肤白，也是一个傲慢心；认为自己鼻子长得比别人高，也是一个傲慢心。现在人什么都可以傲慢，眼睛比别人大也傲慢，鼻子比别人高也傲慢，耳朵比别人长也傲慢，一起傲慢心，福报就没了。第7句，汝能谛听我语，则汝之所受用者，皆有超过前生所培多多矣。印祖说，如果你能够听我的话，你以后的受用就会超过你前世所培植的福报。总之一点，这里讲到我们人生的种种境遇，父母、寿命、相貌、学问、夫妻、儿女，都是前业所感召的，但也不是不能改变的。改变有2大方法：第一，要做大功德，要忏悔业障；第二，要极力念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当然还有一条，就是不能够有任何傲慢之心，不能因为自己有钱而傲慢，也不能因为自己漂亮而傲慢，所有的傲慢心要全部消除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好。印祖开示了我们人生幸不幸福的真正原因，以及如何改变的方法。我们求妻也好，求子也好，求夫也好，反正求什么都可以。最重要的就是要记住印祖的这些教言。印祖的这些教言如果都记住，好好去修持，那么我们什么样的愿望都可以成办。如果这些话都没记住，就很麻烦了。当然，在找到对的人之后，我们更应该学会如何与其相处。关于这方面，印祖也做了如下开示：娑婆世界是一大野红炉，能受得烹炼，则非世界中人矣；不能受得烹炼，则烹炼之大野红炉反为毒气，为苦具。是在个人能自得一耳同事之人，故宜于闲暇无事时，委曲婉转，开陈治理，令其心知有是非可否，则心识不知不觉，见魔见染而未转变，至其愚傲之性发现时，可对治，则以至理名言，和气平心以对治之，否则任意一概置之不理。待其气消，再以平心和气论其取直，久之则随之而化。若用强蛮恶辣手段，断非所宜，以彼有所示，兼施子女观法之训。念佛要时常做将死，将堕地狱想，则不恳切亦自恳切，不相应亦自相应，以不苦心念佛，既是出苦第一妙法，亦是随缘消业第一妙法。在这段话中，小编主要为大家分享一句话，即同事之人，故宜于闲暇无事时，委曲婉转，开陈治理，令其心知有是非可否，则心识不知不觉，见魔见染而为转变。这里的同事之人指的就是夫妻。中国古人讲，所有的关系当中，五伦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夫妇关系，是五伦关系之首。夫妇是所有关系当中最小的一个单位，同处一室，最小的单位是室，再大的单位是家，再大的单位是国。我们要世界太平，国家就要太平。一个家要和谐，事首先要和谐。如果事不和谐，家就不可能和谐，国就不可能和谐，世界就不可能太平。闲暇无事时，是指平时没有冲突矛盾的时候，不是说我们今天吵架了才想起来怎么帮助他、感化他、度化他，已经来不及了。闲暇无事的时候就要做这个准备工作，
当然，我觉得同事之人肯定是已经成为夫妇的关系了。如果还没有成为夫妻，在处对象谈恋爱的时候就要做这个工作了。委曲婉转是指你要用很善巧方便的方法，委屈是随顺别人，婉转是要善巧方便，不是直截了当的。现在的人讲话常常是直截了当，随着自己，我想怎么讲就怎么讲，这就不是委屈了，不叫婉转了。但我们要知道，委曲婉转的目的是要开诚治理，跟他把道理讲清楚，令其心知有是非可否，意思是让他明白任何事情都有是有非，有能做和不能做，可是能做的，否是不能做的，这就是取舍之道。取舍之道用现在最明白的说法就是因果，是非可否就是因果的道理。我们经常要通过委曲婉转的方式来开诚治理，来介绍因果的道理，而且我们要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你不要今天给他讲5个小时，明天他再看见你就头疼，再也不想见你，那就不好了。现在有很多很好的电影电视，两个人一起看一看，通过各种各样的机会来教育，碰到任何的事情要善巧方便的把它引导到佛法上面来，这样则心识不知不觉渐磨渐染而未转变，让它慢慢在不知不觉当中转变，潜移默化。不是说明天就马上要让他完全了解因果正见，还是比较困难的。这是讲平时没有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，就要做这个潜移默化的教育了，否则等发生冲突就很困难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悟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